队突围战，甜辣2人对决，两队将开启2轮的正面交锋，票数高的队伍全员晋级。66分漂亮饭很难做，不够辣。辣椒它有的辣，有的不辣。董老师，你要不要再尝一下？辣味有点重。要选餐具，还要摆盆，还要装饭。No time to do another things. Wait. 那边没放完呢，开0就不能动了。少上了3份甜品，你让我看着吃不到的感觉有多痛苦吗？这个好好吃。不要这个吗？现在将公布投票结果，最终比分22比44，恭喜速厨队暂时领先。哇，差这么多啊！为什么他们会奇怪呀 Thank you. 意外，相当意外。这下一轮怎么翻呢？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道道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水就是水，让水回归纯净。本节目由娃哈哈纯净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七喜赞助播出。会吃的喝七喜，1周7喜，爽透顶。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1的金弄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团队突围战第1轮对决已经结束，眼下的输赢只是暂时，战局还远远没有结束。第2轮团队突围战即将开启，这一轮至关重要，将直接决定两队的最终命运。全员晋级，或是全员进入抢位赛。这压力很大，相差22分，我们可能要大胜，我们才有可能赢，要不然完全都没有机会，因为差距太大了。第1轮。因为第1轮我们落后嘛，大家是充满斗志的。既然已经落后了，那后面是必须要把它给拿回来。对方确实也很强大，而且是太强大，有太多的可能性，压力我觉得应该是更大。下午场的话，对面派出的师傅们的实力就更加的强劲了，所以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第2轮评审团迎来全新变化。66位评审精简至15位，每一位评审的评判将会更专注，打分也将更严格，比拼难度再度升级。首先，有请食神百株大战5位常驻评审。接下来，有请第2组评审5位知名餐饮行业代表。现在你哪知吗？中国饭店协会民主委副主席聂磊。世界奥林匹克烹饪大赛国家队教练钱以彬。世界厨师联合会 A 级国际评判 Perry 阮景宏。黑珍珠餐厅主理人吴杰。金梧桐中国餐厅指南终身执行主席王振宇。I think your out is getting bigger right now. 都是厉害了。最后，有请上一季表现惊艳的5位返场主厨。From season 1. Nice. 年度总冠军徐孝红。哇！亚军秦卓南。前6强于宗义、郝晓东、毛新。
They're all set. From season 1. Very familiar faces. It made it very difficult because they're all professional judges. They're all, very well-known chefs. They're chefs from season 1. I knew Star Chef lineup was much stronger than us. I was very worried about this round. 到第2轮就是给15位比较偏专业的评委做菜的话，是更得心应手。大家都是专业的评审，他们会知道我们的菜每一个味型啊、配料啊怎么去做啊、怎么去呈现出来啊，因为他们会很清楚的。对我自己来说呢，我更有信心。第2轮团队战主题，请揭晓。AI 实力对决 AI 什么东西 ？AI 实力对决。本轮主题 AI 实力对决。本轮挑战限时120分钟，星宿两队各派6人出战。120分钟。两两搭档，分别完成3道菜品制作。3道菜品由 AI 根据主题随机生成，充满未知与无限可能。请注意 ，AI 菜谱仅为思路参考，两队必须以 AI 指定食材为核心，辅助食材可以自由搭配，做法可自由发挥，自主完成菜品研发、烹饪与呈现，用实力把创意变成美味。觉得好神奇，用 AI 来做那个选题，做厨师我们都没试过，新鲜感和不同的食物碰撞在一起呢，困难我们怎么解决呢？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太随机了，我怕他会给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食材，就是有一点意外，但是又觉得很刺激、很好玩。AI 有的时候迸发出来的灵感是一般正常人脑子是想不到的。我觉得是灾难。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厨师来说，就是可能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这方面我是很古板的，在我的专业里头，会靠自己的那个经验啊、阅历啊，然后去习惯性的去现在公布本轮3道菜品的创作主题。第1道菜品主题来自潘玮柏的灵感想象，主题为把月光装进盘子里。请揭晓 AI 的思考结果。请帮我生成一道主题为把月光装进盘子里的菜品。取月落星盘之景，贴合中式净空淡远美学，融山海时令食材，打造月影入盘的沉浸式食感。以扇贝、河虾、鲜甜为本，搭配山野鲜材，借多样技法叠加风味，山海滋味相融，简约外形下暗藏丰富层次，尽显东方极简智慧。把月光装进盘子里，是因为其实大家每次在享受美食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世界各地人都是傍晚后晚餐可以尽兴的吃。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其实就是月亮。那怎么把这月光呢装进盘子里？我觉得这是我想去试试看去做到的，所以辛苦大家去完成这个主题了，加油！他这个 AI 真的还蛮像的啊，主题还蛮搭的。好浪漫，我是把浪漫装进。哎，你也知道我这个浪漫的人。可是你觉得把月光装进盘子里，你会觉得盘子里是这些东西吗？我没有想到那么远。那你现在满意吗？这道生成的菜？我还是当然希望是牛肉啊、饭啊什么的。好难呐！你还在想月光？我在想，你出的题嘛？我出的题，我没想到后面会变什么样子。他只叫我给个主题，我只想要月饼而已。对，像月饼。冰皮月饼。对，丝香的味道。哦，对。牛肉丸月饼。还是要吃肉。对，要吃肉。What AI? What is missing? Missing is I see no taste. Now, what does moonlight taste like? Is it sweet? Is it sour? Is it bitter? Is it hot? I need you as a team
You give me your inspiration. Tell me what you think the moon tastes like. Give me your story. That's what I'm looking for. 上北下百合牛肝菌。哎，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不，你不能按照这上面来。没有，我们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参考意义蛮大的。所以我要根据这个做吗？没有，这是一个 inspiration。哦，让你 recreate。你如果照着做，那就不太可能。说黑巧克力在这里面能干嘛？海鲜里面会用巧克力吗？很罕见。但是它只能是这6个食材下去，那可能很难搭配啊。对，尤其虾呀。我听到这是 AI 随机出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心里当场是有吓了一跳，因为一些搭配是完全不合理的，巧克力跟海鲜是弄不出来的，就是这个口味。Definitely dumbfounded.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o do. There's a lot of ingredients that I never seen or never used, so it was very challenging. So I to be honest,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第2道菜品主题经典回归，上一季决赛主题寒江独钓。哇，哎，好熟悉哦，太熟悉了吧？请揭晓 AI 的思考结果。请帮我生成一道主题为寒江独钓的菜品。以寒江独钓为镜，借助山野与水城食材，营造孤舟独钓、江风入味的意境体验。以鱼与鸭掌的细嫩鲜美为核心，通过不同烹饪手法与风味层次的叠加，构建出从清鲜到回甘的味觉旅程。寒江独钓呢，其实在上一季啊，徐孝红老师和秦作南师傅呢，已经做了很好的呈现。那么这一次 AR 给出的这些食材都比较普通，难度并不是很大。但是你怎么把它揉合好，特别像那个清汤，我个人的理解，寒江独钓应该留白更多一些，空灵的感觉可能会更好。去年那个主题，但是食材不一样。鸭掌跟鱼做在一起啊，这就是融合度很高的。对，这食材就荤素搭配嘛。这个还是有点意境的，颜色意境感很强的。这个怎么钓？这个钓什么？这个它就差点意思了。这个只有我们这里钓。这个菜品的青苔，它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食物吧，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吃啊，你要想办法把它运用到菜品里面。但是呢，就是你只能是加分，不能是减分项嘛。第3道菜品主题出自刘涛的美食构想，主题为一口吃遍四季，请揭晓 AI 的思考结果。请帮我生成一道主题为一口吃遍四季的菜品。翠春鲜，夏劲，秋香，冬浓四味，炭火交融锅气，一口尝尽40风韵，满意是紧烟火气。以17乳鸽为基底，金蚝为精髓，佐以时令菌笋，巧施多重火候技法，铺展鲜香浓的味觉体验，40滋味凝于一口。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季度都有它美食的代表。如果说就是我贪心一点，一口吃遍四季，它会吃到什么样的美味呢？其实我当时的感受应该比这个 AI 更有诗意一些，不会这么实在的这个烤乳鸽里边配生蚝，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呈现应该会比 AI 更美。更好吃，谢谢。所以这个主题其实还是很有难度的。他用这个17乳鸽和金蚝做主料，对呀，他会用各种蔬菜做配料，但是难的就是一道菜里面能体现四季，这个就看功力了。生蚝和乳鸽能做成一道菜吗？提供的这些食材很容易变浓变腻，我告诉你，这些炖起来都是一锅的。最怕他们参考，哎呀，那就完蛋了，就完蛋了。这个主题的创作难点主要在于怎么样在一道菜里面呢形成四季的风味层次，而且呢能够达到平衡。这对调味的要求呢
就很高。一直以来，我就是用李锦记的旧庄蚝油来做合味的，因为它是用咸淡水交汇处周龄长大的鲜蚝黄，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和浓缩做成的，蚝鲜味自然醇厚，而且很有层次。就算在高温烹煮的时候，它的鲜味也很耐久，而且它能够把乳鸽的肉香、金蚝的海味和时蔬的清甜融合起来，让肉香更纯，让海鲜的鲜甜更透。所以这个旧庄蚝油真的是不一般的。它这个主食材跟副食材搞的什么东西，金蚝爆香，那就乳鸽没的。这6个食材就更不搭了。先不说这个乳鸽和金蚝这个东西要怎么搭配，首先这4个辅料的那个食材并没有分布到春夏秋冬这个四季，尽量只能说从烹饪方式上押题，但也还是比较困难的。接下来公布第2轮团队战评分规则。第1道菜品把月光装进盘子里，由15位评审进行评分，总分15分。第2道菜品寒江独钓，由10位评审进行评分，总分20分。第3道菜品一口吃遍4季，评审仅剩5位，总分30分。越后面的菜分数也高啊。对，3道菜品票数权重各不相同，不到最后一刻，胜负难分，2队都有逆风翻盘的机会。总共65分，15、20、30，一共65分，等于3道菜。So each round the plate is more valuable. Oh my god! 对决开始前，2队拥有30分钟的商业时间，选定每一道菜的出战成员，并讨论比赛菜品。他现在被我们拉了22分，他们要拉回来的话就不容易了，要一组就全军覆没了才能。也不容小觑了，他们下午的实力更强了。是啊，22分啊，怎么这样？那基本上。But I want to see how, as I say, I want to see the team structure. Right. You know, are they putting the best chef in this one? And still 22 point to chasing. Yeah. 就我们听到这个评分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有机会，就是你不到最后，你很难说谁赢谁输，因为最后一轮如果拿满分的话是30分，就很大一个分在最后，就是悬念还在，我们有绝对翻盘的能力和实力。我们每一轮上去的人，我们都要去尽力去追分，差距越小越好，甚至于我们能反超，这是我们最想做的事情。这第一个菜，把月光装进盘子里。我们两个吧，我们两个。第一个菜就老周跟这个第一轮我们落后了多一点，我们先去抓点分回来。对，每道菜都很难，但是我的想法就很简单，我必须第一个上去，帮助我的队伍去拿回更高的分数，这是我要做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强势的反击，然后让后面的兄弟们有足够的信心去走好后面的路。第二道，就是第二道，我们来吧，我们来啊，对，阿威跟小辉，我们来，反正这个怎么讲？我觉得今天心情蛮压抑的，我要好好的释放一下。意境怎么做出来？主要是一定是这种意境出来。冬天的孤独感。对，就是下雪的，湖面都是白白的那种感觉。这10个评委里头，也是能够拿下多数人，就好办了。好。就最后重点全是你们俩了。你看你想做什么？我1分，一个人是6分啊。这样，6分啊。一个人6分，有4个人投我们，我们就拉回了中午了。对啊，所以我们最大的工作量在于鸽子，就是看谁的完成度高一点，味道优先就可以。对，一定是味道和完成度。对，但是你要知道，来的都是专业人士。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你啊，因为可能他做1轮嘛，毕竟年纪在那边了。但是我非常强烈的希望你一定要再做1轮。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在里面。所以就是必须大规模的给我拿过来。因为第3轮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请了我们的2位古师傅上场了。刚好最难做的食材，但又是我们刚好最擅长的食材。他们2位都是做鸽子最厉害的2位，我们是完全相信2位师傅。
来，讨论一下。我们有想过的，继续保持这个势头，我们就胜算就很高了。就是尽量去保住这个结果，然后争取少10分。I think this has to be you guys. 第一轮的话就他们2个了。对，其实我们当时公布规则的时候，那么越往后每一份菜品的权重就越重，它的分数就越高。所以我选择跟 Terry 一起出战第一场作品的时候，我们是想要给我们后面的队员做一个更好的保障。我们强联手，想要在第一轮上面拿更多的分数跟对方拉开差距，这样后面的人压力可能会小一点。把月光装进盘里来，我们讨论的时候是一个西式的，所以说由 Terry 风味工程师他们2个组队完成。就上一场的时候，他们2个搭档的很好，而且的话，大家又都是年轻人，又是想法比较多的，靠创意的话，我觉得第一场比较胜算。第2场的话，就派了我师傅和影视主厨上场，他们2个都是做川菜的，所以的话，他们的想法会比较契合，也比较能配合对方。这个韩江骨条嘛，韩江就是江面嘛，然后有留白，大量留白，对的，我们那个应该成立了，就跟他刚才说那个成立了。那我想的，我后面想的，咱们的第3道这么重要的话，那搞精细一点。他们肯定是做脆皮乳鸽的。好，等他们这个时间的话，不一定能做到。香港蟹王的话，他可能对于粤菜怎么做金蚝和乳鸽这个东西会比较擅长，然后我打辅助这个样子。因为陈小刚的话擅长做一些西式的酱料啊，还有比较有创意的一些呈现，所以说由他们2个组队。商议时间结束，请2队主厨回到起始位。接下来出战第1道菜的主厨，请举手。3、2、1。Terry 何启东，风味工程师；周晨 TC 蔡都义。当我得知宿主派出 Terry 这个三星猎手以及风味工程师的时候，不是紧张，反而是很刺激跟很期待，因为我相信这次的较量又再可以就是一分高下。星厨队请提交第2组出战名单：盛威、毕鸿飞。2个年轻的，那完了呀，他们准备举手吧。素厨队请提交出战名单：张元富，影视主厨。素品对决。那看到我的对手第2组又是张老师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蛮紧的。我们已经有1次对决了，这又来了1次，还是同样的食材，2个又做鱼，哎，然后这是宿命吗？可以，他们俩可以。接下来第3道菜出战的主厨，请举手。古香古色，古志辉、古振海，香港蟹王陈小刚。最懂乳鸽和生蚝的人。It's a good choice. The last two. Wow. Scoring system of which, you have maximum 15 points, 20 points, and finally 30 points. But the number of judges goes from 15, 10 to 5. So in order to maximize your ability to gain the point, I think strategy is very important. Okay, and obviously it would be ideal to put your best team at last because you get the most points and the least number of judges. So your chances of convinc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also less. So, at 15 points, to get 15 points, you have to convince 15 people. 紧张刺激啊！哇，这个是溺水战、背水一战哦。膝盖都是。Make me proud. Wish good luck. Okay. Alright, let's go. Fighting.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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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躲。现在请对战双方前往对应的灶台。怎么那么严肃啊？跟你一样啊。你看我们这个蛮搭配的，感觉我们菜色一样。没事了，一样就好。宿命对决啊，搞得了，放心。其实我们这个也挺好的，我们只要拿到1票，
其实就赢了，因为前面的话都是碾压着对面打。田忌赛马，他们最强的按到最后，30分他们拿25分，我们还是赢。重新拿一个名头，叫全票双子星，也不可能的，全票太嚣张了。第2轮团队战 AI 实力对决，3组对战，每组间隔30分钟，3组集结完毕，比赛现在开始。哎，我再多拿2桶娃哈哈纯净水，怕一会儿不够用哦。好啊，用水的地方多着了，像是飞水、煮饭、煲汤这些步骤用水很关键的，使用的水不同，最后做出来的味道也是不一样。没错，娃哈哈纯净水水质更纯净，也更稳定，对整个烹饪的过程都适配，还能更好把食材本身的鲜味慢慢带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好吃的关键不只是食材，水其实也是我们隐藏的小秘诀。AI 实力对决，把月光装进盘子里。120分钟计时开始。来，同学握个手吧。对，这个不用跑，推车吧。加油！袋子在哪里呢？这个吗？这些。我开始去拿设备，你再继续拿食材，然后我把单子给你拿过来。我想把这个味道做成我的家乡味道，所以说这菜的概念呢是一个偏南洋风味来带动整个食材，尤其是我又可以用我就是南洋的味道来打败这个踢馆者。这是铝锅，你要铝锅还是 non-stick？ 都 non-stick 比较好。你要 baking mat 还是 baking paper？ 这个东西比较好，你现在用的，对。不用跑。我们又是一个生食的东西，所以扇贝一定要够新鲜，所以我一直在挑，一定要选非常有力量的那个比克鸡，然后把它铲出来，再去用最有生命力的那块肉，它才是鲜甜的，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第一轮他们2个人做这个15分也是时间好紧张啊，你杀扇贝轴承杀住。是啊。Simmer mix 在左边对吧？好，你看你就放在那边。他们第1组也很强，只要第1组把分拉了一点，第2组再把分拉了，第3组我们就能拉大分了。第3组绝对能拉他们大分，我觉得就完胜了。这好难播。Hello， 哎，对这个主题有启发有灵感吗？没什么大灵感，那怎么办呢？没有，我们那个 TC 还是马来西亚华侨，对，想做家乡味，因为说到月亮的味道，对，有可能大家没吃过，可是对我来说，在国外生存，然后来到这边国内比赛，毕竟会想念家乡。对他们常说，思念故乡的时候，就是看月亮就会想到故乡。有时候我会跟我太太说，就沟通话的时候说，哎，你看外面的月亮，今天很圆，对，怎么看是同样的月亮？这就是我出题的原因。对，你有懂我的，对，
我们吃饭，我晚上吃的，大家都晚餐聚，但是同一个月亮一直陪伴着全世界各地的人哦。因为有时候虽然我们身隔两地，可是会跟他说，就是哎，你看月亮很圆，对，就是感觉那个关联性，因为我们身在很远处，可是感觉到看着同样的月亮，而且月亮就是中秋节团聚，月亮代表一个团聚，对，对不对？对。月光是什么味道？对，对我来说，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月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孤独，跟我想的一样。所以我们想要用海鲜那种清冷、清甜的感觉，对，去体现这个主题。因为你用过于浓厚的食材，你不会是在孤独的时候想吃哦，就那种大块多的猪肉啊、牛肉，你只会开心朋友对，吃海鲜我想哭。哎，那你们有没有做过类似没有料理都没做过？我猜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对我这次看了做人就是没有很难我才来，如果这样很难的话我不来，我跟你说。所以感觉是碰到难题了，加油了，加油了啊！谢谢谢谢你，加油！你觉得你看一下那个袋子 size， 不是很大哦，哇，真的很少，要不要换思路？我们要换策略，真的太少了，我们把2个放在一起也可以。可以，我们绝对是够的，必须要2个。其实我们的初始的想法，非常的微妙。我们一开始本来是想象那个扇贝如果会是非常的大颗，那我们就把它切的上下2层非常的完整，河虾肉紧紧的包裹在一起，填充在2片扇贝的正中间，给它压实，形状像月亮一样，上面白白净净的，中间泛着一点淡淡的粉红色的微光。但是到了比赛现场的时候，我们拿到我们的实际的食材跟我们想象非常的不一样。扇贝是半鲜活的状态，我们通过 AI 得到的信息是这个扇贝只能熟食，不能生吃，所以我们不得不临时改变战略，改变计划。哇，真的很少。我在想，你讲。可能这个要跟那个虾子先煮好，这个可能不可以做成我刚刚说的，就是虾一定要熟的，必须要熟的。对，这个虾很小，对，口感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味道是应该还好。我们把扇贝肉整颗取出来进行煎制。然后把河虾肉取出来，也是经过简单的翻炒。2个食材把它剁碎，做成海鲜颗粒，做成一个经典的法式的塔塔。不要弄那么多的就是复杂的工序，就是吃生吧，因为它的味道就很甜美。本来我们想做一个球，把它包裹在一起，然后成型成一个圆的那个状态，但是我做了以后，保鲜膜真的不行，然后就破了。这不行，这 film 不行，包不起来。那 Plan B 打片了，装了。可以，OK， 没关系，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因为做这个菜前，我跟 TC 沟通了3个 plan。A 不行我们就 B， 然后 B OK 了，我们就不用考虑 C 了。关键现在是2个人配合，这个也麻烦，思路还得一致，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要做到将对，你分工嘛，它要时间很关键。这味道其实是我家乡的味道，我想要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说我就跟周晨老师提议说，不如让我来弄这个酱料、这个风味的东西，然后他就负责弄就是海鲜类。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分得很明确的工作，能弄成一个天衣无缝的组合。
把这个虾子就是做成塔塔，就是把它剁碎。OK， 然后配上就是带有清香又有口感的这百合混在里面。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扇贝切薄片，这海鲜的甜味又有清香又有口感。我主打弄酱汁了，酱汁由我弄好来，上面好吃就可以了。这个菜的概念呢，是一个偏南洋风味，酸稍微辣，带点香味的一个酱汁。味道够就不用烧了，直接打吧。不用烧，真不用烧。好了，浓了浓了。现在我想对一下，我们所有材料都有了吧？是不是 ？scallop 有了，节瓜有了，全部都用到啊？对。最简单就是那个丝瓜，轻微烹煮过，在底部做成一个比较软糯的口感。最头痛的就是那个牛肝菌以及这个巧克力，因为巧克力跟海鲜我感觉是很难混搭而成。我感觉他能用巧克力做个酱。你们做过是不是？我们有这个东西，所以你对它有了解。对，因为我们像做在南美洲的话，我们会用巧克力做一种酱，它可以搭配肉，也可以搭配海鲜，所以它不违和。第一道菜的两个队全是做西餐的呀，因为他对处理别的都不说，就这一个巧克力，他们就可以处理的好一点，稍微，因为他们经常用过这个东西，它还融化它了，你看，它开始弄融化它。所以说，就是我把这个牛肝菌轻微的就烹煮一下，放上巧克力，放油打出来，打变成一个泥，我就用昆布把大家融入在一起。他在烤昆布，闻到好大一股味儿。烤完了又干嘛？打灯粉。还带高温烤过之后，它会从咸变成甜，就能跟巧克力融合在一起。可是它本身还带一些盐的成分，又能跟这个牛肝菌混在一起。我还弄了一个南洋风味的油，就是八角、柠檬皮啊、姜制成了一个油吧，刷在这扇贝上面，它就是带出了一个清香的口感。你脆片做好了吧？啊，脆片好吗？脆片我做多一轮，做多一轮，保险一点。蝴蝶不好用，它太薄了，蝴蝶感觉不好用。那你随便，对，有啥用啥，因为它就是很容易断。没事 ，Plan B。然后我还弄了一个白胡椒的一个脆饼，我觉得白胡椒配跟海鲜非常的棒，带出一个脆的口感，还有就是辛辣味。4、5个够吧？够。我虾子交给你之后，我现在把 chocolate 跟牛肝菌给你准备好。好。chocolate oil 吗？就普通的油，我会把黑巧克力打进去在后面。哦，可以。我们把牛肝菌进行炒制，然后再跟黑巧克力打在一起，做了一个法式的 Sauvignon sauce。Stronger。巧克力味道很香哎。对，但是就是这个很好吃，但是要足够的那个醋。然后用了一点点的醋去提升它的风味，也更好的能平衡黑巧克力跟海鲜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冲。Taste one， 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可以啊，很不错哦。这个东西带皮不带皮？带皮啊，带皮可以啊，皮是可以吃的吗？这个那不搭皮好了。我觉得皮不一定好吃。不搭皮。食材来的时候，跟我们想象的其实完全不同。我还以为就是像一些西餐那个节瓜就是比较硬，然后它那么软，所以我直接换一个想法去做。对，
就是变做变换的状态。苹果丝瓜，我们用了醋跟高压渗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丝瓜瞬间变成透明，像洁白如玉这样的一个感觉，把它包裹在扇贝的外层，这样就是粼粼的月光的感觉。所以下面呢，我们想要制造黑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最上面呢，我们还想了一个用面包片做成了一个脆口的小插件。只有12分钟了。不行，你这个太散了。正常，下去的时候可以稍微压一下，它就稳了。Terry, just quick one. Maybe we just unfold. 那个不用，那个好了，没关系，不用碰它。那个就是让它自然的散开就好了。对啊，我没有碰它，我不再放进去了，我没有放进去了。这颗是没有的，这颗是缺失了的。是因为那个袋子太少，然后我要改变了切法，然后就散掉。我的第一个思路是 ，OK， 我们要 change the plan， 我把那些完整的丝瓜全部拆散，这样就是更好的符合了把月光散在盘子里，让每一片的月光丝瓜都能均匀的分布在盘子的黑色的酱汁的上面。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意外能让我们菜品更加的扣题。哦，他要用2种盘子吗？那边？他可能放盘中盘咯。一轮月光是吧？Yep. All polished. All polished. Alright, let's go. 能不能？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正中间的话，正中间不好看吧？好看吗 ？OK， 都可以。对，就遮着嘛。摸摸的。对，不用放白的吧？不好看。不要白，不白了。就是没有画了。就这个撒一点就上面 OK 了。深色一些，夜晚夜空中。OK， 就这么搞，可以，就这样吧，就简单吧，哈，就简单，主打味道。OK。看时间哦，搞定，没问题。我们都能非常的互相的去支持对方，我觉得我们配合的还是不错的。我只能说，这个效果是我们当时能呈现出最接近的成果，所以说非常满意了。大半夜很热吗？好吃的，尤其是好吃。对，那个丝瓜的那个酸很明显，杨桃也有。对。完成度上面来讲，其实不太满意，3成吧。这没办法，就是意外就是这样子。不管你是有多的创意，还是有多的技巧，还是有多么的想法，最后还是经验不够。首次合作，所以出现这样的意外，我们没有想到，但是我们也没有互相埋怨对方，我们只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出餐，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味道和概念还是有很大的几率可以胜出。我们要把东西尽可能的做得好一些，我们要去帮团队拿回一些分数。源自自然的精华才是本味之鲜。要尝出食材自己的味道，我选李锦记薄盐生抽。黄金地带的阳光，酿就独特的岁月鲜香。鲜薄1分会失神，盐重1毫会夺味。3餐4季，让道道菜都好吃。李锦记薄盐系列，薄盐味更鲜。哎呦！
月光装进盘子里。接下来，请星厨介绍自己的菜品。嗨，各位老师，我是 TC， 在这边呢，就是呈现出一个我们新厨的套餐。第一个就是一个冷餐，月亮是很纯洁的一个形式，所以说我们的扇贝都没进行很复杂的烹饪。然后我们把牛杆菌及巧克力配跟这个昆布制成一个黑色的油，就好仿佛在一个夜空中，然后中间的这个月亮就是闪耀着。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河虾以及这个百合，我们制成了塔塔，然后这个百合会增加脆度，所以说整体它就是一个milford一个千层的概念。上面放的是一个花的一个脆片，然后它也应景了，这是一个花好月圆。月亮其实是每次我在国外工作还是去学习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在我家乡马来西亚的这个同样的月亮。月亮就是家乡的味道。谢谢。接下来，请素厨介绍自己的菜品。各位老师好，我们今天晚上的作品寓意代表阴晴圆缺。首先，最外面的深色的圆盘是代表皓夜的深空，然后白色的主盘是我们洁白的明月。我们用不同形状的圆形来衬托出月亮的感觉。然后下面的最深层次的那个黑色的酱汁，也是代表月亮在没有光彩的情况下是一个阴月的状态。我们在最中间额外增加了一个杨桃，带来一点的果酸，让整道菜提升到最后的高潮。所以这整场菜品，我们想要各位评委从上往下能看到月亮的变化，然后体会到把月光装在盘子里的感觉。谢谢各位老师。呈现上是差不多，其实创意都还是比较紧扣主题的。其实如果以真正来讲的话，我觉得还不够。但是毕竟人家是当下知道主题，当下要去做，那肯定短时间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是做出了主题的，都是想办法去呼应，把月光装进盘子里。所以我觉得在摆盘方面，我觉得做得还挺成功的。现在请评审们品尝1号菜品。它的鲜贝1层，鲜贝用了2层啊。他把扇贝跟河虾运用得很好，做了一个半生熟的处理，非常 Q 到这个虾跟这个扇贝的味道，而且做了一个很轻盈的汁，非常的香。还有巧克力，把它做成了一种调料的酱汁，正好跟海鲜有配。那跟前菜的话又是非常切入的。新厨不灵。就是我觉得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如果这样处理有点过于简单了。你说呢？对。现在请评审们品尝2号菜品。有风味，有风味，对吧？有风味，这个也会好，我觉得也是，怎么样，于师傅？于师傅怎么样？于师傅还在品，这个要浓烈一点，对，这个要稍微浓烈一点。
怎么皱起眉头了？这个为什么有点酸？对，它那个酸，我也刚刚觉得太酸了。它那个应该是什么？感觉像是这种酱。徐老师，它这个是不是有点酸呢？它是放了什么酸杨桃啊？杨桃。它这个酱是拿什么巧克力打的？它有点巧克力，加了巧克力去打。我倒蛮喜欢这个面包和这个面包脆的这个口感的。我觉得我们口味还蛮一致的。该不会又跌破眼镜一次？所有菜品品尝结束，本轮15位评审共15票。1号菜品为星厨队，2号菜品为素厨队。请评审们开始投票。觉势均力敌，不好说。这么没信心啊？热菜有优势，可是我们比较有主题。他们的夜空是一个黑色的盘，我们的夜空是个种子，一个有味道的油。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我们的主食材这一份应该是玩得蛮好。我们把虾物进去用，然后扇贝我们也把它的味道先点做出来。评审投票已结束，现在公布比赛结果，比分是13比2，星厨胜利。 Yes， 漂亮，漂亮。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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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目前为止总比分为星厨35票，素厨46票，票差缩进为11票。哇，这个，哇塞，这个追了一半呢。哇，这个11票了不得啊！我没有想到15个人里面有13个人都投给了新厨，所以这个分数一下就上来了。哇，我相信大家都很意外，非常的惊讶，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两边都各有自己的一些创意跟想法，把它融入在这次的这个菜肴里。第一眼看的时候，我觉得两个的想法、形状、呈现是有点类似的。新厨的话，其实这道菜我觉得就是有真的吃到那个海鲜的鲜，我不由自主会去回味鲜味跟这个汤汁的这个酱料的这个结合。哎，真的就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夜晚里面，看着月光照下来，然后很享受这个当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道很成功的菜。那我们的新厨手法我觉得比较好，把这个食材的本味能够体现出来了。你对扇贝这一块，包括虾肉这一块，没有过多的去烹饪，而是你用了一些比较开胃的一些调味汁，来做一个结合。你最厉害的就是你把百合碎混在里面，我们吃上去，上面是松脆的，里面是清脆的。你这道菜非常完美，所以我这一票我是给的是新厨，谢谢。新厨呢想法很大胆，就直接奔主题，没有多余的招式，艺高胆大，这也展示你们的技巧跟底子很厚。素厨盘中盘的装盘，巧妙的把月亮呈现出来了，这个就很加分，紧扣这个题。所以在我这边认为，素厨呢做到了把月光装进盘子里，已经让这个月光动起来了，所以他在我这一边，我投他。素厨的这个呈现表现得很好，但素厨你的调味太重了，就已经盖过了主材的味道。如果没有告诉我是扇贝，真的我很难发现扇贝。我真的不知道你要呈现的是什么，想给的太多了。他们又想呈现杨桃的酸，
让我们打开味蕾，又想展现巧克力和牛肝菌的浓郁，最后还非常环保主义的做出了一个虾壳的粉。这3件事情都很好，但不应该在一件菜上呈现。我们想太多，我们完全把那个心思没有放在味道上面，但是我们觉得要创意、意境，我们把那个心思都放在这2边的时候，其实这些食材不可能做成好吃、创意跟意境 AI 的东西，然后其实这3个东西是不可能成立的，我们把那个方向想错了。第1轮比赛已结束，现在请2队主厨上2楼观赛区。加油，追回来！是那个石头掉下来了，就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的目标，我不要一个很接近的分数，我就跟周总说，我们必须要一个一面倒的分数，我们必须要就是13分以上。哎呀，非常满意，预定目标超额完成。哦，轻轻又松松，辛苦了，必须的，扳回11分，太棒了啊！兄弟给力，兄弟给力！一追了10几分，有好戏可看了。这追起来就也一下子就整个人都兴奋了。其实说真的，如果这个可以生吃，我会做生吃。不好意思，是我误导了你。真的，如果这个是生吃，我会做生吃。接下来要宣布的是，第2道菜品评审缩减为10人，由节目常驻评审和上一届返场主厨组成，每位评审1票计2分，共20分。第2轮的比赛会是怎样的走势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准备的怎么样啦？对比赛有把握吗？ AI 搭配的很新颖，我还在思考。面对未知的菜品创作，我推荐你用金龙鱼1比1比1，它有8种好油科学配比，里面含花生油、玉米油、菜籽油等等。煎、炒、烹、炸，任何食材都适配。谢谢老师提醒了我，我平时也常用它。金龙鱼1比1比1，做到零反式脂肪酸，产品符合欧盟标准。用它做菜，口感更丰富，还健康。有它助力，我更有信心了。第2组韩江独钓，120分钟。计时开始，加油，加油 ，Let's go！ 我感觉只要第2组不拖后腿，应该没问题。对，要担心他们。对，这些担心。牛肝。这一场我们一定要赢，而且还赢得很漂亮。因为2个人都是靠复活币救回来的，被称为火焰币双子星嘛。2个复活选手，给我们取新名字了，叫火焰币双子星。有开心，我能继续比赛，能继续参加这个节目嘛？但是你是被复活的呀，你不是说打败他了，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就觉得你还是不如人家。你还是没有战胜他，你还是被复活回来的。火焰币双子星这个 title 我是不想要的，我想抛掉的，我会全力以赴了。因为如果不认真，很可能就没有再去表达的机会了。我对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只要他构思清楚，我都说嘛，叫他尽可能的不要搞太复杂的东西，应该是没问题。我先把那个鸭掌拿个锅给我先把鸭掌炖起来。好。我先去弄去球菌。我对韩江独钓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当一出来看到这一食材的时候，其实脑袋当中就已经有一幅画面了。它里面有很多的菌类，有笋类。菲菲从云南过来，他对这个菌类的处理是蛮有优势的。那么好了，鱼是我的舒适区，让我去处理荤料和2个口味的东西，准备做一个川味鱼块和蒜泥鸭掌。我们是从韩江独钓这个诗句出发的，
第二张，本身这个完整的诗句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对，这是冬天的孤独感。对，是，对，就是下雪的湖面都是白白的那种感觉。觉得还是以意境啊，意境怎么做出来，主要是。所以我们想了一个非常孤寂的意境：大雪纷飞下，一蓑孤舟垂钓。大雪纷飞嘛，湖面它应该是洁白的，那我们就拿小丑君来做。寒江独钓，鸭掌茭白早已冰封于湖底，绣球菌比喻白雪皑皑的湖面。云南的话，就是会以一个菌菇油的方式去展现嘛，它有一个爽脆的一个口感，但是呢，我又想让它菌香味会更浓郁一些，所以我用了鸡松茸和口蘑来熬了一个菌菇油，和那个绣球菌，和它一起拌。绣菌好了，然后上面还有根鱼竿，用莲藕比喻鱼竿。切这么长够了啊？就正常这么长差不多。OK， 就是鱼竿也是用莲藕切成条后，裹粉油炸，做一个脆的口感。我们茭白要很薄吗？不要很薄，稍微厚一点，它才有一点口感。可以，茭白切片备好，出餐前再过水，保留它本身的爽脆和鲜甜。最后是青苔，你看这个青苔就是云南的青苔，你看这个味道，它就是海苔，然后给它炸碎，炸脆了。你要给它弄一点那个我们等一下还是给它弄成粉还是怎么样的？对啊，给它弄成粉啊。好。鲈鱼比喻江面孤独的小船，青苔下锅炸脆，碾成粉，撒在船上，就像孤独的渔翁垂钓了很久，久到船都长满了青苔。接下来更多的工作就是我的了，是吧？整个独钓寒江雪，我负责的部分主要是处理鲈鱼，还有2个酱汁以及鸭掌的部分。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稳住啊 ！Go！ 我们都加快点，我这里鱼炒弄完之后马上就炒起来。我这个弄完我就马上去了。整个鱼呢是有去裹粉炸出来之后，它刚好卷起来，像一座小船一样，也符合了独钓寒江雪当中的一个场景。Hello， 周小英老师。哎，你好。你们是第2组吧？对，我们是第2组。那你那个主食材呢？主食材是我们的鲈鱼。鲈鱼。对。盛威，哎，你又碰到你师伯了，怎么办？哎呦，我还是得努力啊，还是要全力以赴啊，不能怎么样，先赢了再说嘛。先赢了再说。不，先努力再说。嚣张了。看到张老师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有些紧张了，因为已经有过一次对决了。然后第2个呢，老师傅手里面有很多传统的技艺，有很多的手法是我们不知道的，或者是我们还没有参悟透的。所以他会不会拿出一些出奇的招式来对我们？两边都是很会做鱼的，2个正好都穿对穿。请问再次对战第1轮，把您换位下来的盛威，您有什么想法？因为他们都那个吧，都偏年轻，然后呢喜欢天马行空，很有想象力，然后跟我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就他们可能对川菜和川菜背后的一些，就是包括生根啊、了解啊、更多的掌握啊，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还是差了那么点儿。这次带来的是一道我挖掘福建的传统川菜雪花鸡捞。今天我将结合主题食材鲈鱼，把它改编成雪花鱼捞。再杀一个。不够，2根都不够。2个都不够，那不了。 7条鱼这么多。跟鸡捞不同的是，鱼肉相对较嫩，口感好，但是腥味大。我先把鱼
搞点冲一下水吧。冲了我那个嘛，拿姜葱给它挤起。好。哦，才把鲈鱼做成净肉腌制了。这个肥肉呢？他拿炒鸡了，炒那个鸡了，它要白对，它白。这个四川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经典川菜。就是你是用鱼炒还是用鱼辣？用鱼辣啊，这个原来传统的是鸡，对，他今天用鱼来代替，方法是一样的，方法一样，但是这个很有难度啊，有点技术难度的，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技法，它叫软炒，然后打成蓉，先慢档打一下。这个菜比例很重要，加多少水，多少蛋清，才能让这个鱼蓉成型。还有过滤的吗？对于这个韩江独钓，我们这道菜的设计，首先我们想创造一种就是宋式的留白。韩江就是江面嘛，然后有留白，就把鱼捞盖在江面上嘛。留白，大量留白，对的，我们那个就跟他刚才说那个成立了。对呀。中间是长的，长的这个东西嘛。它也托得起，然后底下把这些把这个缠了，对，基本上就很干净。张老师的话，他主要就负责这个鱼捞，其他的酱汁啊，还有配菜都是由我来完成。把蛋清和鱼蓉混合在一起，要手工搅打上劲，再熬个鱼汤，把剔下来的鱼骨煎香，熬出奶白色的汤。然后再熬个猪油，这个好像有点味道啊。因为这个是必须要用动物油，就是猪油来炒，因为它颜色要很白。加点姜葱去，加点。这个鱼脑要白要成型，口感要好，猪油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传统的做法也是用猪油来炒，还是要试一下。还是不理想，还是有味道。这个有可能不得行啊，这个有可能不得行。我拿了其他油，要不用那个油炒，就用其他油算了。沈威，控制好时间啊！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够的。我炸个鱼，裹个汁，然后就可以装盘了。控制好时间，控制好时间啊！才50，还有1个小时。啊，还有1个小时。啊，马上把这个告一下。来尝哈。我觉得可以啊，一点儿都不咸。不行哦，一点儿都不咸。我只是告一下。可能油还要减一点。我减油，那个我炒不起来。效果还可以，效果还可以。可以，我就把汤收拢，最后再做。因为我都是习惯性的，就是先可能会拉清单，然后最后是彩排，彩排完了最后是打磨，这样出来的东西才能达到要求。鸭掌捞起来了，师傅。鸭掌你看下，我觉得有点趴了，感觉。这个不来头，趴了就趴了。还是先冷藏一下来改刀。那我先去搞其他菜。再加上我们腌制了一个马踏湖的一个莲藕，莲藕只取了马踏湖莲藕的这个新的一个部位，用了点柠檬汁，还有我们的糖，新鲜的橙子皮，然后做来腌制。这样的话，它有一个清爽的一个口感在里面。然后还有茭白，茭白我用最原始的方法去炭烤它。青苔。我们用了一点点墨鱼汁，表现出这种丹青水墨之风在上面。我要去鸭掌了。鸭掌用白卤水，然后加点蒸鱼豉油，还有一些蔬菜去给它压一下，这样的一个潮式卤水的一个做法，让它保持一点抠度。师傅，你看的话鱼汤哦，我带点儿调嘛，小火调。
人家那边都没动静，你看，不急不慢，他们那边还挺好，挺稳还。咱这边也稳啊。我觉得我和菲菲配合的挺好，应该 OK 了。有的时候可能菲菲帮助我更多嘛，我会给她说啊，你要不先帮我弄那个，你要不先帮我弄那个。我的蒜泥大概冲20分钟，然后再来调味，好不好？可以。哦，我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要切那个陈皮。你先弄，你先弄。我还要做个蒜泥汁，怎么说？做，我马上搞完了，鸭掌我来。好 ，OK。我来拆鸭掌了，有点太软了，剔骨剔下来，一个给几个？保证有个2、3根就好。好。控制好时间啊，还有50分钟啊。我们规划了最后30分钟要摆盘，还有20分钟了。没事，搞得赢啊对，80分钟、20分钟搞不搞得定？我应该蛮快的。我先把鱼裹上陈皮汁。陈皮汁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一点的，我有放辣椒、花椒、酱油、白糖，然后一些川陈皮，加了一些香料进去。最主要的点睛之笔呢，就是在那个鱼块裹好汁之后，有放那个新鲜的陈皮上去。新鲜的陈皮当中的话，带有一个芳香的物质，这样它的整个口味上的层次就会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有了。蒜泥汁呢，其实是有过调整的。我的蒜有冲过水，然后有到开水里面稍微烫一下，有放白糖、酱油、醋、花椒粉、麻油。再一个考虑到所有的评委们嘛，他们可能对辣度的喜好不是那么高，所以当时就没有放红油进去。我把这个调好，然后马上给招白煨一下，好吧？做，我马上搞完了，弄完鹅我还要把细球菌拌了就 OK 了呀。没事，他只要给它咸鲜味就好了。对啊，只要给它点味道就行。我捏了啊，我摆了。你可以把盘子张开，可以摆了。对啊。咱们这边摆盘挺急的，人家那边都没动静，你看，是吧？要20多分钟，来得及。那我炒胡椒，先把酱汁煮起，然后把它的鱼汤浓缩了过后，加了一些白胡椒啊，然后我就加入了一点点柠檬皮，还有一些柠檬汁做成了酸辣口的一个酱汁在鱼烙下面，因为鱼烙相对还比较硬嘛。请注意，第二组韩江独钓剩余最后20分钟，请各位选手抓紧时间。时间多得很，不用着急啊。但是还是要加快速度。我觉得可以炒了。好，现在公布第一组的比赛结果，比分是13比2，星厨胜利。Yes，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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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当时的那个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然后出现了一个就是没有想到的一个比分情况，突然的一瞬间，脑壳有点晕了，有点急了，有点晕了，太细了吧？得行，可能不得行啊！让我来，太的。哎，我觉得不得行的。得行。我估计有点悬，你这个。